Hello， 大家好，我是爱你的白痴猫。赛博朋克酒保行动，简称 VA11，是一款只有3个人制作的独立游戏，而且基本都是文字，很像视觉小说。但就是这么一款游戏，在 Steam 上已经卖出了超过10万份，并且好评如潮。提到这个游戏，那么就不得不说它的3位制作人，他们的经历非常的传奇。首先，他们3个人出身于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在哪里呢？位于南美洲北部，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资源，但同时又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经济体。委内瑞拉国内的恶性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3779%，是世界上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饱受战争摧残的苏丹和遭受猛烈制裁的伊朗。在2016年，委内瑞拉经济负增长8%，失业率接近20%，药品短缺，85%的药物都无法获得，极度饥荒，87%的家庭无法获得必需的食物，吃了今天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吃上饭。然而，就是在这么一个艰难的环境里 ，Christopher 就是右边这位长发肥宅 ，Fernando 左边这位 Pops 肥宅和 Michael， 想不到吧？其实是个男的。他们3个人成立了小工作室 Sukban Games。Christopher 负责美术和设计 ，Fernando 负责剧本和程序 ，Michael 负责音乐。赛博朋克酒保行动。さあ、ゲームを始めよう。他们为什么要把工作室起名为 Sukban Games 的 ？Sukban 这个词最早用来形容上个世纪日本的街头恶女帮。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暴力帮派只允许男生加入，女生没得玩。于是爱玩的女生呢，就自己组成了女生的帮派。另外呢，他们还从男生帮派身上学到了一些经验，比如要有统一的服装，要有帮规。当时恶女帮的标准装备有改装后的长裙水手服、狼牙棒、悠悠球、口罩、墨镜、平底鞋和铆钉配饰。由于女生心细手巧，有些帮派还会在水手服上一针一线的绣上帮规教条和名字，就像黑人的 Gangster、白人的 Skinhead 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专有称呼 Sukban， 意思为少女大佬。当时针对这一风潮，日本推出了很多类似主题的电影，穿校服的女高中生抽着烟卷，骑着摩托车，手拿武器跟黑帮流氓血战，其内容充斥着血腥、暴力、毒品与性。而这些恶女帮元素也自然而然地被 Sukban Games 他们融入到了赛博朋克酒保行动当中。玩家扮演的女主 Jill 是瓦尔哈拉酒吧里的一个双马尾调酒师，她为人正直，性情率真，不会为了讨好客人而说假话，但有时候呢又会有很重的心事。她吸烟、喝酒，喜欢过男生，也喜欢过女生。她是个好女孩。赛博朋克酒保行动最早是在2014年的一个赛博朋克主题的 Game Jam 比赛里诞生的。在一个虚构的名叫 Glitch City 的腐败城市里，有一间坐落在贫民窟的酒吧瓦尔哈拉，而玩家就是这个酒吧里的普通调酒师，每日接待不同的客人，倾听不同的故事，并且还要经常为付不起房租和酒吧即将倒闭而担忧。瓦尔哈拉在北欧神话中是天堂，也就是英灵神殿，没错，就是那个经常为了拿圣杯而被抓出来英灵的英灵神殿。从这个名字里我们也能看出来，这个游戏会讲很多各有特色的人物，这是一个群像游戏，从神经漫游者到黑客帝国，再到心理测量者，再到最近又火起来的银翼杀手。赛博朋克的题材已经算是老生常谈，甚至有点陈词滥调了，而他们在设计剧本的时候就尽量的避免传统的赛博朋克，希望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展现，去给玩家带来新的体验。传统的赛博朋克更多的是围绕英雄式的主角都会有很多有特色的地方，比如杀手，比如半机器人，比如天选之人。这样的叙事就让我暂时称其为主角光环式叙事。大多数视频游戏都会选择这种叙事方式，因为这样就可以把玩家放在整个世界的中心，其他所有人都扮演一个支撑者的角色。而赛博朋克酒保行动则采用了全新的叙事角度，它把闪光灯从玩家头顶移开，反而聚焦到了 NPC 身上。玩家扮演一个酒保，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酒吧服务生，站在柜台的后面，时刻准备着倾听英雄们边喝酒边讲述他们的故事。赛博朋克酒保行动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阴谋，没有什么天崩地裂的战斗场面，它带我们看的就是在一个腐败的乌托邦城市里，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有在底层生活挣扎、感情不顺、付不起房租的女主 Jill， 也有出身香港跑得飞快的男主 Jill， 有巨乳御姐黑客 Arma， 也有隐退杀手肌肉凶贵 Jamie， 有中年油腻大叔 Donovan， 也有正义的伙伴 C， 有人气偶像 Mickey， 也有萝莉妓女 Dorothy。他们会为了生活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会为了梦想坚持着自己，会在危急时刻如英雄般闪亮登场，也会在酒吧的侧门一个人坐在冰冷的楼梯上思考人生。这个游戏的灵感来源其实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2个灵感来源，一个是攻壳机动队，一个是吹泡糖危机。这2个都是日本动画，
尤其是第二个《吹泡糖危机》是一个非常古老和冷门的动画。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赛博朋克九宝行动的制作人都是资深的死肥宅。在游戏里呢，这一点也体现得非常的多。比如游戏里有一个机器人偶像叫 Mickey， 很明显就是在致敬初音未来 Miku。游戏里呢还有个视频 UP 主叫 Nicolo Chan， 很明显是在致敬史泽尼可。而且制作人也是资深的 Love 死忠粉啊，在推特上还经常发一些奇怪的东西。赛博朋克九宝行动的核心玩法是调酒，玩家有5种基本的调酒原料，其中4种影响味道，1种控制酒精浓度，配合加冰、陈化、调制、调和4种处理手法，可以调配出24款不同的酒。游戏的操作毫不复杂，过程也不现实，调错了也可以重来。游戏最有趣的一点是，身为一个视觉小说，它并没有任何选项，但同时呢，游戏又有5个结局，玩家如何才能选择分支呢？答案就是调酒。游戏制作者在设计游戏剧本的时候，希望玩家能更加带入主角的角色，而不只是完成任务式的调酒。因此，在有些时候，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对调制的酒进行魔改，比如偷偷在酒里多加一些酒精，客人就可能因为喝醉而多说很多秘密。再比如，你 Dorothy 最后一天会心情不太好的来酒吧，这时候呢，给他调一杯他最喜爱的 Piano Woman， 就会触发新的事件。而怎么知道他最喜欢哪款酒呢？因为他第一天来的时候和我们说过，他最喜欢的酒是 Piano Woman。这就是这个游戏最有魅力的地方。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会真的带入进去，会真的在当一位调酒师，你会和顾客唠家常，你会记住他们的喜好，你会在他们再次光顾的时候无需指示就调上一杯他们最喜欢的酒作为朋友间的问候。你也会偷偷的把饮料换成大杯来赚更多的钱，也会偷偷的多加酒精来故意灌醉他们，也会兢兢业业的认真完成每一单任务来领取每日的完美服务员奖金，也会为了付不起房租而发愁，也会为了买不起想要的全息植物而分心，也会和老板谈自己失败的初恋。这一切的细节，这一切的代入感，就是瓦尔哈拉最吸引人的地方。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玩家会情不自禁地投入其中，让人不由得感叹这个游戏的剧本设计得相当的好。这是一个破败的城市，政府无能，公司垄断，贫富差距明显，不同阶层的 NPC 对于这个世界有着不同的理解，让人不禁觉得这不仅仅是在写小说，这就是在写委内瑞拉。游戏不同于传统的高 game 和视觉小说，爱情不是重点，也没有什么烧脑的推理，而是将重点放在了社会问题上，比如妓女的生活条件，比如八卦狗仔，比如警察与罪犯的关系等等。在2014年的 Game Jam 上，这款游戏的雏形诞生，但仅仅如此的话，他们根本不可能卖出这款游戏。在 Steam 上架这种事是仅属于自由世界的特权。对于委内瑞拉人而言，当局严厉的外汇管制政策导致他们连在银行开户都无法做到，自然也无法提交最基本的开发者资格申请。但幸运的是，当时刚创业的新加坡游戏发行商 YS Breed Games 联系到了他们，并提供了技术和发行支持，为他们申请境外银行开户而奔走。游戏发布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制作人一开始预计只能卖6000份左右，但1年之后已经卖出了15万份。虽然钱可能并不太多，但这些钱已经足够让3个制作人在经济系统完全崩溃的委内瑞拉过上近乎奢侈的生活了。在游戏赚到钱之后，游戏制作人先去买了萝莉控本子，又去买了 PS4， 还买了 GTX 1080显卡，顺便呢还更新了游戏引擎。在2016年底，日本独立游戏发行商 Playzone 邀请他们来日本的独立游戏展会 Bit Summit。不幸的是，委内瑞拉的局势在 Bit Summit 开幕前夕突然恶化，示威、镇压与暴力冲突频频导致死亡，而日本使馆正位于灾难的中心——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于是，他们的朝圣之旅在启程之前就被迫止步于一片硝烟。祸不单行，在朝圣之旅终止的同时，赛博朋克九宝行动在进入日本市场的过程中也受到了阻力。日本的游戏审核机构拒绝为该游戏分级，因为游戏内容超过了 Z 级标准。理由之一呢，是游戏中出现了向未成年人提供酒精的片段，而另一个理由非常荒诞，与性相关的不正当内容。日本审核机构认为游戏的主要角色之一 Dorothy 存在问题。Dorothy 是一位拥有小女孩外表的机器人性工作者，但她并不耻于谈及自己的性工作经历，相反，她还会很开心地和周围的人开玩笑，讲荤段子。按照一般的思路，分级机构大概会为这个角色的实际年龄感到纠结，但最终没有过审的居然是因为这位角色构成了对性工作者的正面描述。对于日本的评级标准而言，倘若游戏中的性工作者有凄惨的处境或结局，就足以警醒世人远离红灯区的非法交易。但如果游戏中的性工作者积极乐观，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甚至还扮演着开心果和吉祥物式的角色，这就可能构成对道德和价值观的威胁，就算对象是成年人也不例外。在面对这么一个尴尬的情况下， Sukeban 制作组最终决定不向审核妥协，艺术就该勇于挑战。他们直接把没有修改的游戏第2次送交审核，然后奇迹就发生了。
这款游戏的第2次评级不但顺利通过，年龄限制还从预期的 Z 级降到了 D 级。总而言之，《赛博朋克：九堡行动》是一款非常优秀的游戏。我为什么喜欢这款游戏呢？因为这个游戏不只是一个成本低廉的视觉小说，这个游戏还是一个符号，是一个象征。它诞生于动乱的委内瑞拉，在经济崩溃、药品短缺、食物极度匮乏的恶劣环境下，这么一个贫乏的国度，还能凑齐3位喜欢二次元的小伙伴，3位喜欢制作游戏的小伙伴，用尽一切能利用的资源，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尽心尽力地做好一款游戏，去用这款游戏告诉世界，就算是委内瑞拉也可以做游戏，就算是委内瑞拉也可以有二次元，就算是破败如委内瑞拉，我们也依然拥有梦想。他们做游戏的时候，对于未来是一片迷茫的，没有发行商，没有银行账户，连生存都是一件奢侈的事。如果他们没有参加 Game Jam， 如果新加坡发行商没有看中他们，如果游戏没有过审，这许许多多的环节，只要有一个地方被卡住，赛博朋克九堡行动就不可能出现。这许许多多的不确定，当时他们考虑过吗？他们考虑过，他们甚至觉得这个游戏可能做不出来，可能无人问津，但他们没有退缩，因为这就是对于游戏的热爱啊！他们坚持着做完了这个游戏，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梦想啊！而屏幕前正在观看的你，梦想又是什么呢？我们可能是对前途毫无方向的普通酒保，我们也可能是行色匆匆为生活奔波的路人。但当夜幕降临之后，在一个名叫瓦尔哈拉的酒吧里，我们终会相聚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而举起酒杯。独立游戏，干杯！